1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，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，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，不足500户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辽属，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，报效于司空。500户，一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仪知晓。秋粮借都之后，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，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转运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职经手，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，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，请司空与继仪过目。78000户，这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户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，不曾啊。崔继仪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。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你无此事！78000户粮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却是只有1800户，哪来的78000户啊？崔继仪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签押，将这个贪没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崔继仪，得罪了。未曾见过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这9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。那回执既是真的，他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闻这位豫章郎君的大名了。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，铁证如山。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几分斤两。都头，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。这不是粮食吗？如此阵仗，便吃不下饭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谎。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眨眨眼睛，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射鼠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
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户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徽纸上签押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徽纸上却是下官的亲笔，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，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狗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做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户粮食，是一座米山啊！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参之一字害人呐！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，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。世人结交需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稀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你说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徽纸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没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
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，带路，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月不是中原，若不当让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二人进来。传九郎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二位贵官，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臣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怒！
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坞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，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是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，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漂西长溪，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。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管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万8千斛官粮，在山院社的战仓里，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万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难从错，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。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温州乃是6州都转运司所在啊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，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一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
这根弦，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看着点，抬高点来。御史台的。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丞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今岁兴大兵之耗费，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都是参合九郎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议议吧。其实事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球公的说法。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呐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前沿车轴，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啊！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知州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记一文字掌一州之政，
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记忆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成立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明远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，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人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然则朝廷用人任官。温州乃6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宜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机宜为知州，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，与中书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还是要依法度，守成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寒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远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，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忆文字。待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善则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6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